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上期咱们聊了世界上最北的迷人矿业鬼城皮拉米登。从1998年废弃之后，大约一半的煤矿工人并没有回到俄罗斯，而是选择在斯瓦尔巴群岛上俄罗斯另一个矿业小镇继续工作。留在北极高地会为他们赢得更高的收入。这座仍在采矿的小镇名为巴伦支堡，距离朗伊尔城以西60公里，是斯瓦尔巴群岛上仅次于朗伊尔城的第二大城镇。镇上有450名矿工，大都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以巴伦支堡也被看成是挪威的小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将巴伦支堡视为其在北极的门户。镇上的俄罗斯领事馆就是最典型的象征。目前俄罗斯矿业公司仍在小镇上经营着矿山，但近年来它也开始投资旅游业了。巴伦支堡与朗伊尔城和皮拉米登有着鲜明的差异，这里不但拥有原始的北极自然，更有俄罗斯文化和苏联时期的建筑。游客们可以参观矿山，享受传统的俄罗斯美食，通过世界上最北的啤酒厂去最有名的红熊酒吧，享受当地特有的伏特加。这座为纪念1996年朗伊尔城空难的木质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则向游客们表明了小镇的身份。当然，小镇上最吸引人的还是建于1974年的世界第2北的列宁雕像。这座雕像的意义，一是为了纪念当地第一座多层住宅楼的建成，二是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更伟大的理想则被印在了后山上，那就是世界和平。巴伦支堡的煤矿开采区与小镇紧密相连，电厂烟囱的黑烟终日不断，你肯定会以为这是地球上最暗淡的地方，但走在小镇的街头，你会发现充满了街头艺术。其实这是为了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季，让煤矿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更加光明、丰富多彩。当然，小镇上也同样拥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休闲娱乐设施。巴伦支堡的名字来源于最早发现斯瓦尔巴群岛的荷兰探险家巴伦支。1912年，一家挪威公司留了一名警卫在这里驻守，以防止竞争对手入侵。当时的巴伦支堡还是没有人居住的土地。1916年，挪威人在这里首次尝试开采煤矿，但由于他们没有工业规模的采矿资金，于是他们于1920年把巴伦支堡卖给了一家荷兰公司。但荷兰公司也因为矿山经营的问题，最终在1932年巴伦支堡被苏联收入囊中。苏联在进行煤矿开采的同时，又对巴伦支堡进行了共产主义扩建。遗憾的是，在2战时期，德国军舰将这座煤矿小城彻底摧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建筑都是70、80年代重新建造的。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巴伦支堡的建筑又经历了一次重塑和翻新。曾经苏维埃工人阶级宣传的许多例子都消失了，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就是列宁的雕像。巴伦支堡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俄罗斯社会，而不是苏维埃式的工业城镇。目前巴伦支堡的煤矿仍然还在开采，每年从永久冻土层下方1000多米深的煤层可开采出14万吨原煤，当地的电厂会烧掉3万吨，其余的则都会被运往英国。其实这也谈不上是有利可图了。所以近年来俄罗斯开始在巴伦支堡发展北极旅游。由于挪威没有批准俄罗斯航空公司降落朗伊尔城，所以俄罗斯开辟了从摩尔曼斯克出发的海上路线，每年有3万多名游客前往鬼城皮拉米登和巴伦支堡游玩。这2个煤炭社区的邮局都是由挪威邮政负责。同时从朗伊尔城有冰川和巴伦支堡一日游的路线，中途还会经过另一个废弃的俄罗斯煤矿村格鲁芒特，但去往皮拉米登的一日游则由于海冰的原因只能在夏季运营。很显然，巴伦支堡的目标是从肮脏的煤炭小镇转变为俄罗斯的北极旅游门户。这座挪威土地上的俄罗斯小镇，你感兴趣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